哎，大家伙儿早喽！10月22号星期三，又是合练的日子。今天比较特殊，今天是第一次跑叫做15组1分钟快1分钟慢的法特莱克。哎，这大家集体一起跑1分钟快慢，这个挺有意思。导员先生去拍那个拆掉的麦麦了，这也太快了！世博会刚闭幕，那个大阪城红梅店边上那麦麦就拆了。啊，特别冷，下雨了，小雨。家属说我冒白烟了，是哪儿头吗？哦，说的话对不对？这突然1秒钟就入冬了，这跟北京似的。你们看大和先生的衣服，来，我的第一次的100公里比赛，安守县，安守县2014年，04年6月8号，对吧14年。吼，2014年6月8号的时候，我还190多斤呢。長井さんのこの途中はもう全然いやマジでやったらだって上が見えへんから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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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した皆さん宮城你这扭的对吗？对。我怎么觉得不对呢？我们要开始了，1.5去1.5回，1分钟快慢15个。あ、だから加藤先生のとこ50秒。例の。本田先生。じゃあ行くで。ここ4人行くで。だから一緒に押しや3、2、1。はい、一緒に押して。我们第一组出发了。一緒に行くで。はい、3、2、1。追い回して。一緒に行くで。3、2、1。はい。雨基本上停了，之后天还特别黑，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是 Go Ultra 的夜景模式。夜景模式拍跑步，现在就我剪辑的时候观感还可以，会有一点点的涂抹感，同时在防抖的时候不如白天的自由比例。第一组起得不快，一直是3分30多。第一个结束，3分34。第一组起得不快，一开始田先生跟着第二组跑，然后看到两边差不太多就跟了上来，后来一直跟着我们跑。刚跑过去这位先生跑的成绩特别好，好像最好成绩2小时32。他今天是自己的训练课表。走。第二组我们出发了，因为是从0秒开始的，所以就是1分钟一组，1分钟一组。第二组我犹豫了一下，可能晚开始了2秒。
田中先生一开始的速度特别的快，到中段的时候也特别快，然后他有时候看完表，可能感觉快了一些，就明显感觉就稍微的降了一点点。我基本上就是一直一样的速度，前两组还稍微有点跑不开。到了，3分24。第二组也一般，3分24。田先生以前跑过这种吗？跑过1公里1分快1分慢，1分快1分慢，可以。这也挺有意思的。也能达到效果，也不是太累。对。以前自己跑吗？跟着耐克的那个软硬跑。哦。你说在操场上1分钟可以跑到380米到300米。可以，那很快了。走。好，我们开始了下一组。我发现佳明的手表在按时间这种分组的时候，它那倒计时有点小问题，就是它连蓝牙耳机的时候，那个倒计时它不匀，会卡住。就比方说还有5秒的时候，4、3、2、1，就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看起跑的时候也是。我还没有试过不连耳机是不是正常的。从这组开始，手表开始有时候会提醒我，就是有点快了，因为我这个1分钟设的还是那种就是我自己跑的配速，30个1分钟快慢的配速。到了，3分17还在基本上我自己跑的时候很少能跑3分17，就是第3组、第4组这时候跑3分17很少。我们组就特别的实在，要跑到前面然后才掉头，导致下一组有一个180度的转弯，我要自己跑，在这儿就掉头了。走，又是一组，也很快就跑到要拐弯那儿，而且那儿有一个微微的小上坡。哎，但是跑回来冲这个下坡特别的带劲。3分20，还可以。这一组有一个180度的转弯，跑3分20。现在这天气一下就冷下来了，不怎么出汗，但是觉得身体热得特慢。你看地下这银杏，你都被踩烂了。
지금 해 이거 하는 이거 하면 돼.这么看，恢复组这1分钟心率其实下降的还是挺快的。又要开始了。到。这组一起就明显感觉到比前面快，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为了刚才躲前面那一片水，大家都加速了。这时候我手表已经提醒我比设定的目标配速要快了，我也没管它。后来也就摸索出来了，他一说，就手表一说比设定的快，就是你速度快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半分多钟了，然后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哦，3分06还3066。这个比我自己跑可快多了。这确实是太快了。别说比我自己跑，你说我2年前的时候全力以赴去跑，我也跑不了这么快。是稍微有一些进步，我后面会提到这种速度感是怎么回事儿。哦，下一组开始，应该是第6组了。从刚才那组开始，就开始每一组都不慢了。可能前几组大家都觉得有点热不起来，现在差不多热起来了。一会儿家属在前面，就能看见折返的小伙伴们，还能看见我们的第3视角。这是大河原先生他们那一组，他们这一组应该是在快跑组中。3分12。我们这一组结束了，3分12。他们的配速其实看不太出来，他们这一组是按照破3的水平来分的。我们这一组是按照破250的水平来分的。1分钟过得特别快，一会儿就准备下一组了。返します？あ、でもこっちはええか。そう。そうなりましょう。好，又是新的一组。看我们的第3视角，看。我们这么看着是挺快的，但是光看我的话看不出这速度。我跑动的动态不好看，但你看现在2分54的实时配速，刚才拍到的时候差不多应该也是这样。
因为但是那时候刚开始加速，不知道这个数据怎么样。今天过这弯格外小心，就怕高速过弯受伤。周末就比赛了。3406好快呀！完成7个了，加油！3分06，好快呀！加油！上一个3分06之后，我就感觉可能后边都得挺快的，但是一想还有一半儿，就努力顶，努力顶。楽しいね。而且集体跑这种法德莱克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跟跑间歇还不一样。走，又是一组。像我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努力去追田中先生，我会想各种办法。一开始就是全力以赴往前冲，然后后来我就分析，然后我想步频再快也快不了了，那我就想办法把步幅打开，不管用什么办法去追。但是其实你看田中先生稍微一加速还是追不上的，2分56的顺势配速，现在对田中先生现在可能是2分53或者2分52，我就追不上了。到了中后半程呢，田中先生会稍微减一减，然后我就能追上。而且呢，我稍微慢这几秒，我就会觉得慢了好多。3分02小伙伴。这一组好快呀，3分02。いいぞ。楽しいね。Enjoy。哎。到。今何分だ。8ぐらいじゃないですか。8ですか。8ですか。又开始下一组。速度能力这个事儿其实挺微妙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东西来构成的。你看刚才那组3分02，田先生略微有点跟不上了，但是他的全程马拉松确实在我们这几个人里不算是最快的。不过他的跑动姿态，就是动力姿态比我强，他的步幅也比我强，他稍微有一点点掉的唯一原因就是能力还差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呢，其实也是能力差，只不过我有明确的可以努力的点，就是我不是怎么说呢，就跟那次去麦城测那个最大摄氧量，他用坡度去抵消速度，对我来说就特有利。所以我的绝对速度的瓶颈在于我的高速下的动态的经济性。3分08，这一组3分08还可以，而且这一组开始就觉得有点顶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跑完这一组以后，你想喊一声，心率也跟着高起来了，差不多最大能到178、180了可能。但是我始终没有看表，
然后我看环境也亮起来了，我打算跑完下一组就换成普通模式拍摄，这样可能能更省点电。ペースはもっとゆっくりですよ。これいつもの30より速いですか、ペース。まあ、明らか速いですよね。はい。死んでる。でも、要は直線しかないのと、15本しかないんで。頑張ったら、谷谷さんのように速くなれるんだ。もう前を目指してください。这一片全是银杏果，等到秋天的时候，这一片银杏树的叶子特别好看。像这个 Go Ultra 我开到最大码率 4K 这样拍，一口气大概电池可以拍35分钟到40分钟。我是起跑前就开始拍了，所以夜景模式我不知道能拍多久，我想赶紧给它切掉。现在这一组跑完应该是19分整，我差不多拍19分半，加上一开始可能20分多一点的夜景模式，然后再换回自由比例摄影。所以下一组开始，屏幕的就整个的颜色和白平衡什么的曝光都会有差异。现在肉眼看没有这么亮，当时肉眼看还是那种微亮的感觉。3分10。我报完时以后，赶紧就开始换相机。不对，换模式。楽しいよ。これ楽しいよ。楽しい練習よ。楽しい。声が。皆さんの声が。走。开始第11组，还有最后5组。现在的画面就是 Go Ultra 的自由比例摄影，然后后期用电脑的软件生成一个做过防抖、做过水平校正的16:9的4K， 所以你看到抖动的感觉，尤其是光源的抖动的感觉就好多了。但是画面也相应变暗了。不过呢，现在画面的亮度和感觉和我现场看到的是更像的。所以 Go Ultra 的夜景模式更适合纯黑的时候，就晚上去拍街景啊，或者拍室内等等。微亮的时候，它会把屏幕会把画面弄得更亮，然后略有一点点涂抹感，硬的这种抖动会稍微的明显一些。3分08，第11组3分08，还有4组。你们看跑完之后，其实心率没有更高，但是就是更累了。你看大家的表情也都更累了。心臓が喜んでるよ。好像是本田先生在轻声哼着歌曲。水沢さんやったら今満面の笑顔で心臓が喜んでおりますって言って。但坂本先生还在自己练。我们马上就下一组了。这时候藤冈先生在前面等我们，要跟我们拍照。走。一有摄影师，大家就跑得快。现在这几组每组起步都在3分以内。就我感觉一开始这几步我跟不住，就跑到2分50多的时候，我跟不住了。但是慢慢的慢一点以后，我能跟上，甚至呢我还能再加一点，这感觉挺微妙。但是前面有个人去追，给你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我自己跑不了这么快。
3分04。看给大家累的。刚才过去那一组就是破3的水平的队伍。今天刚起跑的时候，没有人在前边。本来我想的是跟破3那一组队伍，之后后来田中先生来了，然后田宫先生、本田先生，一开始我们4个，后来田先生又上来，还有最后3个。加油，放心啊！一会儿家主还在前面开，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的最后3组的动态。开始第13组。那这组的起步就没有刚才那么激进，大家上一组跟上组冲的都有点快。但时不时还是有雨滴会落在屏幕上啊，落在镜头上，对不起。那我们这一组跑过去还可以，田先生略微有一点点被落下。刚才那个喊的声音不是我们，是对面有一位女士，每次跑得特别拼。3分07。3分07，这一组结束的时候心率顶到180了。我们在前面这儿就不需要转盘了，准备最后2组。はい。还有10几秒开始倒数第2组。最后倒数第2组开始。你们看我们这一队人跑过去的感觉，其实只有我腾空感不太行，但是其实我试过去在高速下再加速，就刻意的去在充分后蹬去加速。比方这一下你田中先生加速了，我速度没变，但是我想试着去变，但是我发现还是不行。这不是去模仿的，只能在高速的状态下你去顶，慢慢的你就有那感觉了。你们看我跑得快的时候就会比跑得慢的时候好看一些。这组最后10秒心率已经超过180了，现在181，还有2秒182了。3分04。倒数第2组不慢呢，3分04，大家都没有保守。ラスト。皆さんファイト！加油加油！加油，田先生，最后一个。楽しい。还有半分钟。Happy。这种组之间的慢跑跟完全停下来的感觉和目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最后会大概说一下。马上就要开始最后一个了。走。
连这种就是组间慢跑，心率下降到160，就又要开始了，160多就要开始了，对吧？你看田宫先生的绝对速度，还有田中先生的绝对速度。现在我是248瞬时配速，他们两个应该在可能240了。看到了吗？这种感觉，所以我不敢去参加100米、200米、400米的比赛，甚至800米的比赛，一下就让人拉开了。看看我最后速度掉了多少，我也想知道。还是在往下掉的，因为确实是太顶了，太快了。啊！那1分钟比我多了那么多，2分59。一到绝对速度，你们看，我就不行了。早い、ありがとう、田中さん。ありがとう、皆さん。ありがとう、皆さん。真棒！谢谢。训练完成。哦，我要头上放一放热气，应该还没有，不至于那么冷。你们是不是多跑了呀？怎么人家都回来了，你们倒是最后回来的呀？就是我们的倒数第2个是往那边走，然后我们就没掉头，我们又走了一个，然后再回来的。10、9、8、7、6。ランナーさん来てます。ランナーさん通ります。失礼します。你都吃上了。可以啊。哎，小伙伴们，今天家属跟着来，带了手机哈，我们就现场看看成绩。一共跑了8.12公里，可以吧？一共是记了35分钟，因为最后30分钟之后我们还跑回来，多了5分钟。我们就不看整体的平均了，我们就看看间歇训练。先看跑步的，第一个1分钟3分35，第二个3分25，3分17，3分20。从第5个开始我们就加速了，第5个3分07，第6个3分12，第7个3分07，第8个3分03，第9个3分08，第10个3分11，第11个3分08，第12个3分05，第13个3分08，第14个3分05，最后一个2分59。可以。最后一个跑了340米，最少的一个跑280米，这比我自己跑得快。我们看恢复组，每一个间隔的1分钟，我们的平均配速都在6以内，只有有2个不在，有2、3个不在。今天我们记录这15个1分钟快慢，就15个不多，所以就应该跑这么快。但是我自己为什么不跑15个，跑30个？就是因为我自己跑的时候跑不了这么快，因为没有人追。你要我追田中先生的话，有好几次，我记得就是我基本上都已经有点就有点踉跄了，就往前顶，自己是顶不了那样的。而且最后一组大家看田中先生和田宫先生2个人的那个绝对速度，就我已经紧倒了，就不太能再快了。就是我在高速下，就为什么这种高速是干嘛使？高速下就是找你那种速度感。速度感是什么呢？就是动作上的跑步经济性。就是你怎么做这个动作能跑得更快，但是这动作不是说我在那儿慢速去模仿，它就得是在你快不行的时候、快极限的时候，你才能找到那种感觉。
行吧，特别冷，咱们冷身回家。嘿，小伙伴们，10月22号星期三结束了，又冷身了4公里回来。今天热身4公里，冷身4公里，跑了8公里多一点的训练，一共16公里多。像这种快慢交替，像我们今天这个1分钟快1分钟慢15组，其实还可以。就这种训练的好处是，你能知道你练的总时间是多少，在跑之前就知道用多少时间了。这是好处，还有一个好处是说，它变相的能够刺激你的阈值，其实就和阈值跑差不多，但是没有阈值跑效果好，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大强度。但是呢，它又比间歇跑更加的均匀输出一点。对，差不多就是介于阈值和间歇之间，偏阈值那一点点。想赛效果好的，那就是2分钟快1分钟慢。但是我个人的体感是，如果你跑2分钟快1分钟慢的话，就和阈值跑的强度和体感差不多了。就是这样，就给小伙伴们一个参考，行吧？那就这么着，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上海了。明天中午落地上海，去那个10公里的领东西，应该是周五去，周五什么时候还没定？我看那是在一商场里，对吧？那就中午在那商场吃个饭，应该是这么计划的。行。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上海再见。